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宁安如梦首播热度高，白鹿表现惊艳，古装剧出黑马了。开播上了好几次热搜，粉丝翘首以盼了几年，电视剧《宁安如梦》终于开播。很少有一部国产剧引发如此高的期待。哪怕不是原著粉，大概也听说过这个剧名《宁安如梦》。很多人还把名字记成了安宁如梦。为何是宁安？因为女主第一世成为皇后所住的正是宁安宫。一看又是古装，最近的古装剧是不是实在有点消化不动了？但这部剧瞬间让人来了精神。当下国产剧中最火爆的一个题材是什么？我认为是悬疑重生题材。远的不说，就拿2023年为例，一部《未有暗香来》，一部《田耕记》，一开播起就气势如虹，一度领跑国剧热度榜。用悬疑重生的外壳表达人物在命运洪流下的悲欢沉浮，直接为国产古装剧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可惜，因为缺乏原著支撑或改编乏力的原因，国内重生题材剧又总是逃不脱高开低走。直到今晚《宁安如梦》开播，实境小说改编，白鹿、张凌赫领衔，万众期待之下，这部剧首播3小时，冲上平台飙升榜第1。再看口碑，有争议，也有不少观众对这部剧给出了好评。有称赞剧情的，既有对原著的还原，也有环环相扣的角色命运，故事挺不错，好看也耐看。有夸奖演员的，白鹿版江雪宁好像从书里走出来的，张凌赫的谢薇演的也很不错。一口气刷完6集，是时候就带大家看看这部《宁安如梦》究竟藏着多少悬疑密室。别的重生剧故事结局多是女主的一场好梦，《宁安如梦》又可否带给观众另一个结局？1. 自尽、重生、换命，3大戏剧高潮环环相扣，悬疑感直接拉满。众所周知，一部重生题材剧好不好看，悬疑感的营造至关重要。《宁安如梦》在这一点上就做得很好，开场入戏，6集3大戏剧高潮，直接把剧集悬疑感拉满。第一场大戏就是逼宫自尽，进宫之中白雪皑皑，但雪白之中却有血红。第一世的小侯爷燕翎和谢薇此时已杀红了眼，带领叛军一路攻入宫里，所到之处血然宫闱。而皇后江雪宁正在静静梳妆，回忆自己的一生，等待死亡的降临。大厦已清，该我这个妖后自裁了。在她的回忆中，最重要的有3个男人：一是刑部侍郎张遮，清冷俊逸，刚正不阿，自小与母亲相依为命，因为爱慕江雪宁，在他的苦苦哀求下，他违背了自己的本性，错判案子，最终成为了江雪宁后宫争斗的牺牲品。不但毁掉了自己清誉，还锒铛入狱，连累亲娘，最终自杀。2是初恋小侯爷燕翎，他和江雪宁是青梅竹马，后来因为家族牵涉20年前的平南王案件，全家被流放，平反后获得兵权，最终黑化，毒害皇帝，杀入禁宫，囚禁江雪宁。3是帝师谢薇，封媲美男一枚，琴技了得，权倾朝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帝师，因为悲惨的童年经历，心中充满了仇恨，最终屠杀了整个皇族。此时他已经杀入宫中，递给了江雪宁一把匕首。屋外的夜色正浓，冰雪压城，皇城一片静寂，仿佛只剩一片死气。被群臣称为妖后的江雪宁已经无路可走，他举起谢薇送给他的匕首，举刀抹了脖子，倒地那一刻，眼中流出了最后一滴眼泪。什么情况？故事开场10分钟，女主没了，但女主当然死不了，或者说这才是重生剧故事的开始，因为有死才有生。
第二场大戏就是重生，串起女主生死的是一只蝴蝶，而这只蝴蝶此时落在了现代社会一个白鹭样子的网文作者电脑边。女子趴在桌上沉沉睡去，蝴蝶则从电脑上翩翩飞走。一瞬之间，场景变换，又回到了故事开始的时候。江雪宁如梦方醒，却回到了入宫之前的样子，眼前正是还未遭遇人生变故，正等待机关里迎娶江雪宁的燕林。江雪宁此时才意识到自己回到了悲剧尚未发生之时，她现在有机会改写自己的命运了。而她重生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好好治一治家中的婆姨们。这些府中的老人仗着伺候了主子们几十年，早已习惯了上下其手，连江雪宁的东西都敢偷。女主请来一家之主的父亲坐镇，当场就要挫他们的锐气。然而几位府中的老人却反客为主，直指自己身份低贱，如果主子自己都没账本，硬要将亏空落在自己头上，也无怨言。其实话里话外就是指江雪宁冤枉他们。江雪宁当然知道这是吃定了自己没有账本，任由他们拿捏。他随即叫丫鬟过来，让他把自己书房第几排第几格的账本拿来。接着对着丫鬟拿来的诗集开始信口开河，说起生辰时父亲送自己的礼物，顺势再打一罢，说那可是官家的东西，如果报官还要坐牢的。刚才还嘴硬的婆姨们顿时吓得魂飞魄散，纷纷招了。好一出精彩的讹人大戏，连为官多年的父亲都看得眉飞色舞，但将一切看在眼里的还有一个人。当江雪宁看到这个人出现在眼前之时，顿时吓得话都说不出一句，路也走不动了。谢薇，这个人的出现又引出了开场的第三场大戏。改命，要改命又必须完成3个步骤。第一步就是找好友，这一世江雪宁不想再重蹈覆辙，但谢薇这个疯批可不好对付。江雪宁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找到上一世和自己交好的游芳吟和公主沈芷依。游芳吟还好办，替他出头对跑欺负他的家人就行了。公主难办点，但女主利用进宫陪读的机会靠近公主，一句话解开了她多年的心魔，20年前因为叛乱眉间留下的一处疤痕。接着又用点染之法将疤痕处化成了彩妆，从此公主沈芷依就成为江雪宁在宫中的死党。但沈芷依上一世为了国家去了北方鞑靼和亲，最后再死在了鞑靼的叛乱中，如何化解沈芷依的命运又是个问题。但女主当下迫切要解决的却是下一个问题：不入宫。上一世的悲剧正是从女主入宫主动吸引皇上注意开始，所以要避免悲剧重演，最直接的办法就是不入宫。但这一次女主却失算了，她本以为这一世之要不加谋划，便理所当然无法顶替家中更得宠的姐姐入宫陪读，万万没想到这一世自己并没有算计，但依旧成了进宫伴读的那个。更可怕的是，教她的竟然是自己最害怕的谢薇。为了摆脱这个扫帚星，她故意在答卷上画了只乌龟，万万没想到即使如此，她依然获得优等。非但如此，还被聪明绝顶的谢薇看出了破绽。她的答卷中左一处战国策，右一处兵法，一个闺中少女如何能读到这些稀罕之物？要不是我从不信什么怪力乱神，恐怕要怀疑姑娘是重生一世之人。真是一字一句听得女主心惊胆战。但还有最难办的一件事，化解燕林即将面临的血观礼事件，保全燕家满门。要做到这件事，就必须化解定国公对燕家的陷害，可这一切谈何容易？即使女主经历过前世的事，找到了第一世陷害燕家的关键金无畏，并且从中斡旋，但她被选入宫中陪读已经证明，上世的事并非定数，任何决定都可能增添新的变数，改写这一世的历史。
那么面对定国公陷害燕家的步步紧逼，江雪宁如何应对？另一方面，谢薇一直在考察江雪宁是否对自己存在威胁。这个上一世给自己递刀子然后自尽的疯批帝师，又该怎样应对？他对张遮的感情和内疚，这一世如何了断？还有20年前平南王事件的真相到底什么？6集播完，故事埋下了太多的伏笔，重生故事的核心悬念已经让观众如痴如醉。到底女主可否改命成功？这就叫入戏。2. 导演挑对演员，白鹿仿佛从书中走出，张凌赫演的谢薇意外带感。对于一部重生剧来说，除了紧张刺激的剧情外，演员的表演也是一大看点。宁安如梦主演以年轻演员挑大梁，搭配多位演技实力派，能否撑得住戏？目前播出的剧情来看，就已经有3位演员秀出了不俗演技。第1位，白鹿。白鹿的表演无疑是本剧的重中之重。江雪宁不仅是全剧关键人物，更是带领观众完成2世界穿越核心线索。如果白鹿的表演失败了，这部剧就失败了。好在白鹿撑住了戏，她演出了2个江雪宁，一个是刚出场时，第一是那个峨眉婉转、弹唇点珠、端庄中透出妩媚的妖后江雪宁。只见她朱唇轻启，几句哀求就令张遮这样的君子都把持不住，绝色妖媚的气质可谓是诠释的淋漓尽致，让人忍不住心猿意马。而在展现人物情绪时，白鹿也诠释的淋漓尽致。被逼自尽时，白鹿满眼的绝望，无力的挥刀，一颗泪水从脸庞划过，虽是妖后，却也我见犹怜。但进入第2世的江雪宁，又一整个脱胎换骨，既有经历了1世的沉稳通透，又带着想要重新做人的心性，还有面对谢薇时的惊恐。每场戏都演得恰如其分，我认为找白鹿饰演江雪宁是最对的选择。第2位，张凌赫。他的表演超出了我的预期。作为公认的带爆小生，过去几部剧中张凌赫的表现，老实说是未达业界预期。最大的问题是演技不够成熟，角色当爆未爆。但这次的谢薇，她终于入戏了。这个角色既有疯批阴狠的一面，又高度冷静克制，聪明绝顶，同时隐藏着无数秘密。但无人知晓的是，这样一个疯子，却唯独对女主带着一份温情。第一是他递给女主的匕首，并非让她自尽，而是让她自保。只是这个秘密，他没对任何人说。张凌赫饰演谢薇，气质可谓完美贴合，眼神始终带着审视与观察，好像一切手段都尽在他的掌握。演出角色的阴狠，靠的是眼神戏。杀进宫中时，眼眶通红，藏不住的杀气扑面而来。而与女主的几场对手戏，靠的是不怒而威，一股寒意透出屏幕，真的太对味了。第3位，卢星宇。卢星宇过去最擅长的是演反派，许多反派角色都深入人心，但这次饰演的女主爹，却是开场最令人开心的角色。他一出场我就心情愉悦，因为这个爹实在太好笑了。为人公正敞亮，对女主的喜爱溢于言表，可惜家里的事他说了不算。卢星宇的演技在女主诓婆姨们招工偷东西的戏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一开场，一句天大的事，都有爹给你做主，一股家主的气场就扑面而来。看到婆姨们狡辩，他又换了一副面孔，低声问女儿怎么回事，询问中并非责备，而是带着一份小心翼翼。等到女主说自有办法，他气场又足了起来，挺起腰杆。再到女主拿着一本诗集给他使眼色，他虽然心领神会，还是被女儿惊到。等到事情水落石出，雪宁把婆姨们收拾得服服帖帖，他的脸上欢喜藏都藏不住。虽然是一场小戏，但人物的情绪变化在卢星宇在演绎下太过流畅，让人看得也喜气洋洋。除此之外，
还有王星越饰演的白月光张遮，一副谦谦君子之风。这也是这位年轻演员演过的又一部重生剧了。周俊伟饰演的燕林，既有年少无忧无虑的镜头，也有大结局杀红了眼的镜头，表现同样精准。还有刘敏饰演的深藏不露的薛太后，表面上不问朝政，实则暗部爪牙，对权力极度渴望。黄海波饰演的定国公张扬跋扈，做事狠辣，一手布局构陷了燕家。张兆辉饰演的燕林父亲，则与他刚好相反，为人正气凛然，对儿子教导有方，更无惧定国公的淫威。这些演员演技都可圈可点，表演颇有张力，收放自如，为这部剧增添了不少色彩。3. 事实证明，重生剧终于打出了一副王炸。如果要用一个词语来形容今年的国产重生剧，我认为是喜忧参半。喜的是唯有《暗香来》等剧集的问世，以新颖的剧情将观众对重生剧的期待值无限拔高，也令市面上重生题材成为了香饽饽，一大批同类作品接连播出。忧的是，这些剧集虽然制作上用了力气，但故事总是虎头蛇尾。宁安如梦推出，当然不乏缺点，比如闪回过多、部分角色不贴脸等等，但还是让我到了重生剧的新希望。首先是故事跳出套路，当下的古偶剧最让观众无奈的就是同质化严重，不管是主角人设还是故事情节都十分雷同，像一个模子刻出来的。这样缺乏创新的剧，不仅走进了死胡同，也开始让观众逐渐审美疲劳。而宁安如梦却有点不一样，一开始就摆脱了同类剧公式化的背景介绍，而是通过女主的一场自尽快速引出重生故事，把结局摆在开头，接下来就看主角如何改写命运，自然吸引了观众的眼球。其次是让演员和角色匹配。对于一部作品来说，除了精彩的故事外，演员的选择也十分重要。让适合的演员演适合的角色，定然会呈现出1+1大于2的效果。宁安如梦中，除了白鹿外，还有很多表现亮眼的演员，这些角色像是从书中走出来一样，观众自然入戏。3是摆脱影楼风。在服化道制作上，宁安如梦同样是诚意满满，尤其是开场的逼宫画面做得非常惊艳，主场景充满肃杀与清冷感。叛军入宫，绝望中又带着一种大气磅礴，质感十足。当然最精彩的还是故事演绎的主题——重生、改命，这也是重生剧最大的魅力所在。每个人都有无法弥补的遗憾和无力改写的命运，所以重生剧永远自带巨大的戏剧性，观众希望看到主角改命成功，但重点在于主角如何改变命运。无论怎么改，我才是最为重要的。宁安如梦里，江雪宁、谢薇，一个是重生改命的人，一个是被女主改变命运的人。女主第一是自幼被送入乡下，豆蔻年华才被接入京城，偏偏还不得家中人欢心，只有一个燕林疼爱，最终凭计谋入宫得宠，成为皇后。可是机关算计，最终逃不过自刎结局。谢薇本是定国公世子，却因为20年前的京城异族勾结平南王入侵，皇族保全太子，把当时留宿宫中的谢薇推出来李代桃僵。谢薇自那时就没有感受过温暖，直至江雪宁14岁之时，两人一起结伴回京。在谢薇奄奄一息之时，年仅14岁的江雪宁割腕相救，那是他人生唯一的亮光。宁安如梦的设定，本质上就是江雪宁与谢薇之间的互相救赎。上一世，女主为了保全自己，在3个男人中左右逢源，是恶还是善？谢薇为了报仇，杀上皇城，大仇的报后自刎，是恶还是善？导演并没有对此做出褒贬，而是给主角留下了选择，他们最终可以改写命运。
宁安如梦就是通过悬疑古偶剧的外壳，讲述这些人物的命运以及他们对抗命运的过程。最终，剧集把女主改命的励志爽剧与悬疑重生进行融合，带观众一起做了一场大梦。而国产重生题材剧已经走上了国剧的另一条大路。希望这个梦做得足够精彩，也希望国产重生剧能带观众做出更多的好梦。